大家好，我是仁谦，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让我用各传佛教的师资学历、数百万字的翻译经验、10年来的教学经验，与你一起聊佛辩经。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心经》的3个阶段，现代人的修行指南。在上一次我们聊到《心经》的时候，我介绍了五蕴，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其实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所构成的这个现实。不但我们现代人是如此，其实所有的众生都是如此。不过，如果不了解五蕴的话呢，就比较难以理解空性。而我们今天要沿着这个讨论，讲《心经》的下一个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心经》很重要的一段核心内容。一般我们认为，《心经》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这4句，基本上就涵盖了整个《心经》的核心。后面的其实都是从这4句所衍生出来的更多的解释。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开始来解释我们在修行过程中经历的，特别是在理解空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到3个阶段。在这个地方呢，色指的是物质。以佛法的观念来看，我们认为人类对于事物的执着是由粗到细的，最表层、最粗糙的执着就是对于物质的执着。以我们现代人来看的话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物质的执着，比如说现代人对金钱有很多的追求，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古代因为货币没有那么发达，很多人的追求不一定是货币，有可能是各式各样的生活享受。但现代人单独的追求就是金钱，因为现在是一个货币很盛行的时代嘛。然而，人们对于金钱的这种追求，其实已经变成我们现在的一种执迷啊、执着的一种中心困境。研究显示当特定地方，比如说像美国呀，每个国家可能不一样，人们的年收入超过一定的指标，如果以美国来看是75000美元以后呢，我们日常幸福感几乎不再随着收入增加而提升。但是很多数人仍在追求更高收入，而忽视这一个很重要的临界点，以至于很多人都会以财富作为自我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以我拥有多少钱，我赚多少钱来认为自己有多少的价值，使人无法与自己内在的其他价值产生连结。这种情况最常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很容易与他人不停的比较，比自己有钱的人，比自己出身好的人，比自己工作好的人比较，陷入无止境的一种比较焦虑，追求更多短暂满足，然后新的比较、新的焦虑，追求更多短暂满足的循环。而这个循环呢，又与商业文化中的这个消费陷阱产生很重要的一种互相影响的效应。现在的商业文化鼓励我们不停的去更新、汰换我们所使用的所有的工具，从我们的手机，从我们的平板，从我们的车子，从我们的衣服等等，不停的推动我们去换新的东西，让我们不停的花钱，然后再追求更高的收入。很多人会以为拥有更多的钱就能够解决财富焦虑，但其实不是如此。无论财务状况如何，我们都存在特定的焦虑。富人害怕失去，中产阶级恐惧滑落，低收入者则追求往前进。在这方面呢，我自己有很强烈的一种感受与经验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会接触到一些可能大家一般认为在商场上比较成功的人士，或者说出身比较好的人。我的工作就是宗教工作嘛，我自己一开始也会觉得说，他们过得这么好，他们对宗教信仰的需求是什么？比如像一般人，很多人就会求财，华人世界很喜欢财神，对吧？可是呢，到底一个成功的人士，或者说所谓商业上的成功者，或者说出身好的人，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去这个香港的慈山寺，香港慈山寺是一般大家都说是这个李嘉诚的家庙，就是李嘉诚先生他主要出钱所建立的一个佛教寺院，非常的庄严，然后里面有非常多人文性的一些佛教的展示。然后慈山寺有一个博物馆，然后我要进这个博物馆以前呢，它外面有一个前导的影片介绍佛陀，然后对那个影片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影片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对佛法的理解是追求的是内心的平安。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就是好像说我们社会的这种刚入社会的人也好或者说社会中产阶级也好，追求的是爆发性的成长。然而呢，上位者拥有更多的人，他追求的其实是不要失去，追求的是抗风险，追求的是减少问题，追求的是减少可能失去的机会，追求的其实就是平安。这也在告诉我们，其实不同层次的人内心都会有同样的焦虑，不论是对金钱或对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个问题就会回到一个死循环，我们就更加认为财富累积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财富累积才能够解决掉我们的不安全感，财富累积才能够解决掉我们自己内在的这种不安。但实际上来说，财富或者说物质或者是所谓的色，它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它与我们的幸福没有关系，而我们必须先学会看透物质本身的不可信。这就好比如果你口很渴，然后你一直喝海水，海水是无法解渴的，所以如果你一直这么做的话呢，最后你不但没有办法真的解决你的痛苦，你会更加的痛苦。同理，我们并不是说物质不好，并不是说财富不好，并不是说色这些东西不好，而是指我们必须看透它。
我们才能够自由地掌握它。这就是色即是空的意思，看透物质的本质，看透到它，知道它的不可依赖。在这里呢，我可以提供给你几个可以练习的一种算是思想训练吧，或许有效于帮助我们去看透物质本身的不可信赖的本质。第一种方式是你可以做一个财富生命的周期追踪，就是比如说你记录一笔重大的支出，可能买了一个很好的手表、高级的手机啊、车子啊等等，然后从购买兴奋到价值贬损的过程，你可以追踪，比如说第一天你觉得这个东西的价值给你带来的快乐，你会打几分？然后第7天你会打几分？然后第30天你会打几分？第90天你会打几分？第180天你会打几分？透过这个过程，你会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喜悦感跟价值感会不停的下跌。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没关系啊，值得啊，我第一天感受到满分就好了。可能也有些人会经过这个过程反思到，如果这个价值感一直这么下降，我花钱去买这个东西得到这个价值感体验，说不定不如我想象的好。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把同样的东西放到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你今天帮助了某个人，给你带来的幸福感，第一天你感受到几分？7天后是多少？30天、90天。从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到，对你来说，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带来更大的价值感跟喜悦感。另外一个我建议可以试试看的一种练习，是我自己很常做的练习，就是死亡冥想。想象你今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生命即将终结，这个时候你的所有财富与资产将会变得没有意义。这个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辈子追求的这些金钱，在这一刻能够给你带来的帮助有多少？或者反过来说，这一刻你其实只需要多少钱就能够感到幸福？第三种方式是一个我自己也觉得不错的练习，叫做财富缩减的一种演练。你可以模拟一下，你如果突然失去了50%的财产，详细规划你要如何调整的生活，发现真正必要与非必要的支出。这个关键问题是，如果我的收入和资产突然减半，哪些支出我会立刻放弃，哪些我会坚持保留，而这又揭示了我重视什么的那个核心价值。其实这一类的主题都是想要提醒跟帮助我们去意识到物质本身并没有可依赖的本质，它并没有幸福在里面，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它是不可信赖的。当我们理解到物质并没有那么可信赖之后，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关键事情是我们要明白空性，或者说以现代我想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的意义是什么。现代人普遍有所谓的意义危机，就是你在追求某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感受不到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力、动机，或者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一种喜爱，对一种事情的一种热忱。研究显示意义不是一个固有的存在，意义这种感受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皮质和默认模式网络共同构建的一种主观体验。根据某些大学的研究发现经过大脑的某种颅磁刺激技术，可以暂时抑制特定脑区，可以改变我们对某件事情的意义感知。哈佛大学长达80年的幸福研究表明，人们的意义感80%来自社会连结，不是个人成就。这代表意义感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依赖人际关系网络。在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意义感作为心理机制，是促进社会合作和增强生存机会。丹佛大学研究表示，失去意义感的痛苦与物理疼痛激活相似的脑区，说明这个是我们生存必要的一些条件。当然，不同的文化对于有意义的生活定义不同。东亚文化认为家庭和谐是意义感，北欧文化强调自我实现，那么可能像非洲文化重视和社区连结。这证明意义感是文化建构的，并没有固定的一个样态。所以，我们也可以为自己设置意义感。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其实第一步，我们先解构物质就是色所带来的意义。其次，我们想要找到真正的意义，我们自己可以为自己培育一些对我们生命有意义，或者说我们所想要追求的事情。第一个练习是意义解构练习。Hello， 我们团队在2025年5月即将上市的最新作品 iMandala App 是一款融合古老灵性智慧与现代生活需求的个人疗愈系统。梵文中 Mandala 意为圆，象征宇宙与生命的圆满完整，如同曼陀罗一般从中心向外延展。iMandala 将引导使用者一步一步重建内在连结，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回身心灵的平衡与智慧，探索生命各层面的圆满可能。我们以心灵观测站、禅师不打坐 Line@ 的实修经验为基础， iMandala 精炼出6大生命核心要素，并针对个人差异，从超过100项精心设计的平衡与锻炼工具中，为您推荐最契合的身心灵疗愈方案，协助您在繁忙的生活中以更简化、更直观的工具重拾内在平静。iMandala 提供的多元化工具包括个人特质深度探索，揭示您的天生特质与隐藏潜能；每日能量指引，觉察日常能量流动与机遇；系统化冥想练习，培养心灵韧性与内在智慧；知识学习与整合，在忙碌中创造宁静空间，重新与真实的自我建立连结。邀请您与 iMandala 一同踏上探索自我、启发成长的旅程。
你可以先把自己认为是有意义的某个活动或目标，然后拆解他们依赖的所有条件和假设。比如像我认为我在录影这件事就很有意义啊，或者说我在推动佛教的一些工作就很有意义，这是我所认为有成就的事情。但是我要完成这些事情要依赖什么条件呢？首先，这个社会必须需要佛教，对吧？社会认可这个领域的价值。其次呢，我所认为的文化中，佛教它能够影响到更多人，就是我所认为的成就。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以及我从小被灌输的这种要传达佛教价值观的这种追求，以及我跟其他的同行相比，我自己觉得我在佛教的对于年轻的布教上我是比较擅长的。社会的认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成功定义、他人的肯定、自己从小被灌输的价值观，以及我与同行的比较，这一些全部都共构出了我对一件事情的意义感。但你可以想象这边的产生改变哦。如果我今天在做的这件事情，社会不需要，我还会觉得有意义吗？如果我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比如说，如果我活在西藏，藏人不会认为像我这种工作是有意义的，藏人会认为躲在山里面禅修更有意义。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那么有意义呢？透过这一些的自我分析，你会发现我们的意义感其实是在特定的条件跟因缘下的产物，它是流动的，它是共构而成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对自己意义的流动观察，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笔记。你可以回想一下，10岁的时候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20岁的时候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现在你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以及10年后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临终的时候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透过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我们对于意义的理解跟想象都变得不一样。这个是从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从文化多元视角的方式来看比如说，一个藏族的牧民会如何看待我对于我职业的追求？一个来自中南美洲的土著长老会怎么看待我的生活目标？一个20年前的某个农民会如何理解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一个500年后的人会怎么去看待我现在在做的事？透过这些视角，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的重点是要意识到这一切东西，所谓的意义，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所谓的意义，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赋予的，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的，而它绝对不是存在于物质之中。物质、金钱、财富，它本身没有那么深刻的让人一定要依赖不可、非它不可的这种意义存在。而我们所认为的意义，其实也是非常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的。理解到这两件事情，我们其实可以拿回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控权。我们理解到了色即是空之后，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够把这种对于意义的缘起，我们对于意义并不真实存在，在每个时间段、每个空间段、每个文化之下，这些意义定义会有所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怎么样实用呢？我建议你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刚刚讨论的社会的期待是什么，你能够为他人做到的是什么，你自己擅长的是什么，你认为有成就的是什么，在你现在的这个文化中，你的理解是什么？这种系统性的思维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有几个具体的步骤，这就是所谓把空即是色，就是对于缘起的理解，运用在这个我们的事业追求、职业追求上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如果在面对自己事业领域的话呢，首先你可能可以先要认清自己职业角色的色跟空的面向。色就是我们的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我们的全心投入，我们精进专业能力，我们重视实际的成果。然而，我们也了解到它的空性面，我们理解到这个职位只是暂时的角色，这些职位成或败都不是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一件事情要成功，需要很多因素来影响。其次，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建立一种双重视角的工作方式。每天早上要开始工作之前，提醒自己我要全力以赴来完成自己的这个责任跟这个角色。但是呢，每天都中场休息一段时间，提醒自己这只是我现在在扮演的角色而已。这些扮演的角色，我所达到的目标都是很多因缘和合、很多条件而促成的，它并不是真实不变的。不要用这个东西去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内核，去影响到我们认为自己是谁。当然，在面对成功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所有促成的条件和支持系统；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到这是一整个系统的结果，不要过度的因此而否定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兼顾了所谓色跟空的两个面向。我们努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努力是因为我们自己追求的意义与价值，而这些意义与价值的存在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才有意思。我自己见过我自己这辈子认为最有启发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朋友，这个人现在还在世，所以我就不具体的讲很多细节了，但是非常非常富裕的，非常非常富有的。然后呢，他38岁的时候就特别有钱，他是白手起家的，跟他的家人，然后他的那种金额是可能几百亿美金的那种等级。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当然经历了很大的一些人生的困境，后来就失去了非常多东西，然后在东山再起这样。然后现在可能50几岁了。然后有一次我问他，我就说你当时是怎么成功的？然后他就讲了一些他成功的事情。然后他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他说我当时的成功是来自于当时的时空背景，这种时空背景已经过去，不会再出现，我们要顺着时空背景做事。这是我听过我自己觉得最谦逊的一个人，因为呢，他的确成功了，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成功跟整个大环境的关系，所以尊重大环境，尊重自己努力，而自己的这些努力与意义是许多大环境影响下的产物，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被这些社会上定义的好坏、成功、失败来去限制我们自己的人生。
生，我们知道里面没有绝对可信的内容。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感的时候，我们自己去主导我们自己对于意义的理解。另外一种可以用在人生方向的这种系统性应用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具体的执行的行动计划，这是色的部分。可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有意识的知道我们要不停的调整自己的计划，要随着环境变化，这个是空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知道事物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向。在这过程中，我们不停的去调整自我，不停的前进，去理解到说，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们是要回应这个社会，我们是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是一种弹性的心态。来到每一次一定的时间，比如说每前进一季啦，或者是半年呢，我们可以自我探索、自我询问，如果我有3种不同的人生，我会选择什么方向？或者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每一季来去检视自己当初追求的那个目标有没有意义。比如说像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募资项目上面，我做了一个算不错的产品嘛，云村水月产卡。在推动的过程中，其实因为我自己很常用这种练习嘛，几乎每个月，甚至于结束之后的每个月，我都会不停的提醒自己，这个产卡我当初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我希望它达成什么效果。那么如果我现在还想要达成这个效果，我需要多增加什么，跟我需要减少什么。比如我当时在设计这个产卡的时候，是希望帮助更多人去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形态，所以我本来认为这种大部分我们会需要用到产卡的时候，可能是在人际关系的时候，所以我把很多的重点放在告诉大家在什么人际关系的情境之下，觉察到自己的一些惯性。可是我后来发现到很多时候更多人重视的其实不一定是人际关系，而是比如说在做财务决策、事业决策的时候。所以呢，我就慢慢花更多的时间去设计以及架构出如何使用这个产卡，在财务决策的情境之下、事业决策的情境之下。我想要保持那个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风格的那一个初心没有改变过，可是我不停的去调整我觉得适合的方式。我个人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兼顾色与空的一种范例吧。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记得你重视的是什么，以及你为了要推动你重视的事情，你要如何随着天时地利人和不停的去调整自己的目标。这一点呢，或许可以视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现代的一种实践建议。如果想跟我一起在21世纪学佛，欢迎下载我们的本师指南针 App， 里面有100堂佛学基础音频课程，各种课程和工具，还要加入罗德人签 Line@ 关注我们最新学习资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